只要有足够多的运算资源，有足够多的语言使用的现象，大模型就能把规律总结出来，让盲人理解红色。这么强大的大模型，它的能力边界到底在哪里？拨开世间万象，解密背后真实。大家好，我是野生 AI 产品。上节我们了解到，让盲人理解红色这个任务并不是完成不了，而是人脑的计算力不够。只要有足够多的运算资源，有足够多的语言使用的现象，大模型就能把规律总结出来，让盲人理解红色。这么强大的大模型，它的能力边界到底在哪里？只要有足够多的背后规律对应的现象，足够精度的神经网络就能把规律找出来。除非没有规律，或者这些现象只代表了背后规律的部分结果，还有很大一部分结果是没有发现现象。就比如说像无理数派啊，3.1415926，它是没有规律的，你让大模型来总结，它也总结不出来的。像万有引力定律，它解释不了相对论，就是它背后的这个规律本身只适用一定的范围，那么你让大模型去总结，它也没办法总结出来。现象不包含所有背后的原理，所以实质上是否在 AI 的理解范围和它能力边界、它的射程范围内，基本上可以约等于是否有足够多的外化现象可供 AI 去学习。从 AI 的学习方式来看，它只能看见那些已经变成了数据、变成了现象的知识。换句话说，只有那些和世界产生了足够的交互、留下了足够痕迹的知识和规律，才在 AI 的射程范围之内。比如你的情绪，你觉得它独一无二，但其实有成千上万人和你有类似的心情，并且他们用文字、图像、音乐、视频来表达过这个心情。所以 AI 能理解到你的情绪，不是因为它有感受，而是因为它见过太多以这种情绪表达留下的痕迹。 ChatGPT 在以前有一个 Dan 的模式，有人把它调教出了有很强的调情技巧，就是因为在人类社会中有很多关于男生女生调情的这一个表达，所以 ChatGPT 能够学会。情绪表达是 AI 的射程范围之内。如果自己工作的职业护城河仅仅是与情绪表达相关，未来被替代的可能性是很高的。再比如诗词音乐的创作，只要它背后有结构、有逻辑、有规律、有可以总结的道理，那么 AI 就可以学会。李白的诗词如果只是文字的排列组合的极致，那 AI 终有一天也能写出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但如果李白的灵感真的是来自某些神秘无法感受到的源泉，那 AI 可能永远也没有办法写出来，也模仿不了。诗词音乐的韵律结构只是排列组合的话，那也是在 AI 的射程范围内。那行业专家的经验和知识呢？这个其实是当前争议最大的。产品经理看不起 AI 给出的输出结果、给出的需求报告，程序员觉得 AI 写出的代码太臃肿，老师觉得 AI 无法给到学生情绪的陪伴。这里的关键是，这些专家的知识经验仅仅是冥冥中的灵光乍现，还是一些知识迁移和经验复用？如果只是简单的把跨行业的知识组合应用到了当前的领域、当前的项目，那 AI 是可以从足够多的现象中捕捉到这样的专家经验。它有更庞大的知识库、更快的速度，只要给它设计好足够好的流程，让它展现出能力，在 PK 上它能打得专家们连妈都认不出来。并且即使是灵光乍现的解决方案，由于方案很优秀，也会慢慢得到推广，那么就有足够多的这些现象产生出来，从而让 AI 最终能总结出其中的规律。所以 AI 能力的边界并不是人的经验边界、人的知识边界，而是现象的边界。足够多的现象就能够学到，现象越多，学习越强，现象越稀缺，才是 AI 真正的盲区。这让我想起来梁海源在脱口秀中说的话：最近2年，科技的发展就像一架高速飞驰的列车，滚滚向前，浩浩荡荡。唯一遗憾的是，这是一台印度式的列车，而我不在车里。我拼命学习，弄懂了大模型、无人驾驶、EFT、人工智能、DeepSeek，勉强挂在了车尾。身边的人已经三三两两掉下去，还在追着列车，大声问：什么是磁嵌入？未来以来，怀敬畏之心追赶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勉强挂在这项飞速向前的科技列车上。到这里 ，DeepSeek 的网络结构我们已经点亮了2个模块，之后我们再来点亮第3个模块。本节的内容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下节再见。想了解更多大模型细节，关注一下再走。我是野生 AI 产品，陪你一起成长。